知道，你这么小心翼翼地找我过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吴影我已经抓到了，你之前受过的痛苦，我会让他1000倍、100倍的奉还回来。听到这个消息，你不高兴吗？高兴。是吗？在你这张脸上，我可看不出半点高兴的样子。嗯？你记不记得那日我帮你救云清，你曾答应过我5个条件，如今还剩4个。今日我不要再用1个，无论你听到什么样的消息，你都必须答应我，要保持冷静。好。我查出孟俊然的身份了，他是慕容影。你在说什么？他怎么可能？你不是开玩笑的。我知道你一时很难接受，来见你之前，我想过种种的可能。我知道慕容耀是你最好的兄弟，也是你最信任的人。我考虑过要不要瞒你，我也考虑过你到底会选择相信他还是我。我甚至考虑过你会不会怀疑我是锦绣的细作，你会不会怀疑我是不是接受了夏静时的什么秘密任务，你会不会怀疑我来到你的身边就是为了帮助夏静时挑拨你们的兄弟关系。风随哥，我已经想了很多了，哪怕你会怀疑我，哪怕我的话会伤害你，甚至我可能会失去你，但我还是决定要告诉你，我不想对你有任何的隐瞒，你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你能不能再跟我说一遍，孟俊然是谁？你说是阿耀，慕容耀。我知道你一定很难受，如果你觉得胸闷憋着难受，你就多深呼吸几口，呼出来就好了，没关系的，一切都会好的，都会好起来的。我去当面找他问清楚。你答应过我的，一定要冷静。放心。今日请诸位来此，是有几件要事与大家商议。兵部的侯尚书遇刺受伤，告病还乡，尚书之位总不能一直空缺着。那先由兵部左侍郎刘勤代理尚书之职吧。卑职必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二，如今陛下病情危重，而储君之位空缺，虽说不论是朝臣还是身为国卿，老夫都不该说丧气话。
但为了江山社稷着想，立储之事不能再拖了。依我看，二皇子乃是皇后的嫡子，出身高贵，人品贵重，实在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啊。可毕竟大皇子才是嫡长子啊，这历朝历代都是立嫡立长，是否该立大皇子为储君呢？陛下乃开国之主，我们肃杀可没什么立储的规矩。大皇子虽是嫡长子，可他数次忤逆圣上，无法无天，如此品行，怎么将肃杀的未来交给他？卑职复议，之前的祭祖大典，陛下钦点了二皇子为亚仙，可见在陛下心中，二皇子德才兼备，所以二皇子是储君的最佳人选。臣复议。诸位同僚的意思，老夫已经明了，请诸位放心。立储是国之大事，老夫自当慎之又慎。庄相，智者多劳，费心了。丞相费心。平陵一战你受了重伤也是别人告诉我，我就是来跟你割袍断义的。本后没你这个兄弟。这话从小到大都说了多少遍了？你该不会是舍不得我走吧？哎，赶紧滚蛋！有你在玉京城一天到晚烦都烦死。烦？我在多开心啊，还烦？可又一想，我若是御林军统领，肯定能对你有所帮助。你可别为我想啊！我知道你最讨厌被人束缚。可你在朝中本来就没有势力啊。如今陛下又让二皇子在祭祀大典上取代了你，我怎能把你丢下，自己跑去逍遥？玉，我一直在等，果然，傅一笑什么都告诉你。看来傅一笑在你心里着实比我重。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他说什么你都信。我来就是想听你亲口说，孟俊然是不是你？是。是不是庄生逼你的？他抓住你什么把柄了？你如果没有苦衷，没有把柄，你不可能这么做。哎呦，你我兄弟这么多年，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你告诉我。我是自愿的，没人胁迫我。为什么？我见不得你好，我嫉妒你。你还不肯跟我说实话？你看，说了你又不信。好，那你跟我说说，我凤随哥到底哪里对不住你了？为什么非要是你对不住我，我才能站在你的对立面？我不配当你的对手吗？我要对付你，不用非得有苦衷，也可以是我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意愿？从小到大，我拿你当我最好的兄弟。可你现在告诉我，你要对付我是你自己的意愿，那你
勾结夏进时串通终身，是想要我的命？我原本可以不杀你的，我可以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完我想做的事，可是你非要挡我的路，我没办法，我没得选。你想干什么？说话！荣耀，你到底想干什么？10岁那年，你我随父辈巡视边关，那时咱俩摊完扇子脱离了队伍，结果遭遇刺客一事，你可还记得？你们别过来！你们要干什么？不要过来！撤！要不是我爹及时赶到，我俩在劫难逃。可是那么多刺客，我爹根本就应付不了。我后来才知道，我爹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想过他能活下去，他唯一想的、唯一在意的，就是你，大皇子。生死关头，我爹第一个要救的人是你，而不是我。我可是他的亲生儿子。走！我那时候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命比我的命金贵。后来我才知道，你大皇子若是有个什么闪失，我慕容家会被满门抄斩。所以我爹那个时候拼了命的让你走。爹子尝了死亡的滋味，我记得有无数把刀子向我们父子砍来。我那个时候脑子是空的，所以我只能哭，哭着祈求有人来救我们。好疼的，很疼的。我当时疼得晕了过去，再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都死了。爹也受了很重的伤，全是刀伤。他的腿也是在那个时候留下的顽疾，直到现在还经常会疼。爹，儿子，你爹在，你什么都不用怕。随哥，快来救救我们！后来呢？后来你们是怎么脱了险？我一直在等陛下派人来救我们，可是等了很久，一直都没有人来找我们。后来我才明白，只要你大皇子安然无恙，我们的死活又有谁在意？大皇子遇险，陛下震怒，那个时候，又有谁能想到我们父子？那条路离边境大营虽只有数里，却是我这辈子走过最远、最长的路。陛下口谕，慕容众听令：即日起，由你慕容一族驻守肃杀北境，未经传召，不得回京。臣明日即可动身。最好今日。陛下还说了，大皇子遇险，你慕容家是万死难辞其咎。不过，看在你护主有功的份上，就不予追究了。臣谢恩。我父子二人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你，到头来还要被发往北地遭罪，凭什么你的命是命，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凭什么我们慕容家就是要做好为凤家牺牲的准备？
为什么你回去后不派人来接我们，不派人来救我们？为什么不向陛下求情？我们不是兄弟吗？我需要时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我醒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你们父子情况如何。可当时他们告诉我说你们已经脱险了，再见到你时已经是2年后，所以那时候我以为你们……你以为你们信奉的永远都只知道你以为，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哎呀，这些事情您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早和你说。你能还我一块脚掌吗？你能让我爹不要一旦晚上腿就那么疼吗？早和你说。除了能博取你的同情，我能换来什么？风随哥，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讨厌的、最厌恶的，就是你的同情。我也出自将门之后啊，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个大将军。可是我连马都骑不了。当年我爹和你爹一起打下了肃杀江山，你爹当了皇帝，而我爹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侯爷罢了，公平吗？哎呀，收手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一件事我琢磨了10几年，你让我如何收手，怎么收手？我就想为我自己活一回，我只想让慕容家得到他本应该得到的，这有错吗？趁我爹在傅一笑手里，我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可以杀了我。怎么不忍心？怎么样，现在能下得去手了吗？我只有一个条件，放了我爹，他什么都不知道。从今日起，你我两亲不再是兄弟。在我的手里，现在要不要放人，只有我说了算。你应该与我商量才对。当初你让夏静时杀我，你欠我一条命，咱俩之间的恩怨还没有了结。傅一笑，说出你放人的条件。那你也找个悬崖跳下去吧。不敢。看来你还是舍不得自己这条狗命啊！装什么孝子？你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借用和凤随哥的情谊救出你爹。慕容耀，你比夏静时还虚伪。凤随哥，我爹对你有救命之恩，你让傅一笑放了他，关凤随哥何事？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想要救出你爹，先想想如何给我一个交代。拦住他！今日我若见不到我爹平安归来，你俩都别想走。慕容老侯爷的生死尽在你手，就算是为了他，你也不能冲动。傅一笑，看来你不了解我的手段，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否则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看来你也不了解我的手段，如若没有后手，我今天会在此吗？若是我和凤随哥未能安然离开，你爹也会生不如死。想清楚后果，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傅一笑。王爷。
天气燥热，太后让给各宫备酸梅汤1壶。儿臣谢过母后恩礼。王爷不必客气，奴婢想着荣养殿这边肯定没人送，便亲自过来送一趟。那要没什么事，奴婢就先回去了。公公慢走。手足且撤，既已成之。你这是做什么？我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即使你为我放弃一切，你也不可能代替他。你说你会完成我一个心愿，我是说过，可间谍情深，举案齐眉，我做不到。如果只有1晚呢？你我已经到了锦绣，我不是公主，你也不是赘婿，我们只是寻常夫妻。公主还是换个心愿吧。我只要这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你就是我唯一的梦。做你的妻子是我唯一的夙愿。我从未想过有人会比我先得到你的心，你我有缘无分，但我被困住了。公主，听我说，我是肃杀公主，养尊处优，从来不曾经历积馁困斗，但我被困在这段执念中走不出来。王爷，就算你我无法白头偕老，能不能就让我圆一个梦，让我认命放下？那你要如何才能放下？让我成为你真正的妻子，哪怕就1晚，我也无憾。公主的执念，我无能为力。不要哭，不要哭。我会记得回家的路。不要哭，不要哭。我会找到回家的老侯爷在城外崇福寺北边的村子，我将他绑了起来，找了一户农家照顾他。放心吧，我没伤他。云凤，传我军令。召奉子营穷骑队所有部将来见我。
走啊！我带你去看看我的神驹，我亲自从敌国大将那里俘获回来的。这天下的马不都一样吗？无非就是颜色不同，有什么好看的？去看看就知道了。走走走。有什么神驹能比得上肃杀大皇子啊？驾！啊！回去之后为何不派人来救我？为何不向陛下求情？我们不是兄弟，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哎呦，哎呀，哎呦！哎呦，殿下，您可算是醒了，幸好巡便的士兵找到了您。阿耀呢？慕容伯伯呢？殿下放心，他们都获救了，平安无恙。陛下还说要封赏他们呢。慕容老侯爷要去驻守北境，带着世子已经出发了。我恨你做什么？风随哥，我恨的从来都不是你，我恨的是我自己的命是这个不公的世道。我想为我自己活一活，不想让慕容家得到他本应得的，这有错吗？这张遗方是徐太医从医书古籍中查到的，有十足把握可以唤醒陛下。当真有十足把握？事关重大，绝不可妄言。我查到的这个药方制作出来的药丸，其实算是剧毒之物，乃是用药力强行催动生机。陛下服下之后必会苏醒，只是会犹如回光返照，命不久矣。你的意思是，服下这个药，必死无疑？是的，服药苏醒之后，至多能活5日，最快明日一早，我便能将这个药丸做出来。徐太医，此事绝不可泄露，不用我多提醒吧？在下不敢，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全在庄相的手上，我绝不敢有异心，一切听庄相之命。事成之后，这个人不能留，只有死人才不会泄密。侄儿明白。哎，小姑娘，来，这殿下这是怎么了？刚才我一直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就感觉这浑身散发着杀气似的。这你看你也不说话，这都怎么了？这一看就心情不好。他自己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有些事，还是等到以后他亲自告诉你吧。这么严重呢？那行吧，那我也不问了。月儿这种事，我越得躲得远远的。你最好也别惹这没冤啊，小心点，我先走了。想什么呢？酒给你放这儿了，我就不打扰了。
为何会叫傅一笑？啊？你不是没见过爹娘吗？那是谁给你取的名字？为什么会姓傅？你在这苦思冥想，原来就在想这个。傅一笑，傅都尉，这名字怎么听着永远都像个副将？你不如加入我的疯子营吧，我给你封个主将，你想当什么当什么，想姓什么姓什么。都这个时候了，你为何还会有这么多无聊的问题？那这无聊的问题，你又为何非要答呢？自然因为是你问的。我是因为当着你的面，才会毫无顾忌，想问什么问什么。我的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就算遇到再难过的事儿，都可以付之一笑，通通忘了。这不挺好的吗？是，你还真是通通都忘了。亏我方才还担心你伤心难受，想着怎么宽慰你，你却拿我开起玩笑了。我也想通通都忘了。可惜忘不掉啊。睁眼是烦忧，闭眼还是烦忧。你被你兄弟背叛，我还一直在旁想说些大道理来宽慰你。现在想想，我还真是够惹人嫌的。怎么会呢？我倒是很想像你当时那样，说些什么来安慰你呢。摘下斜阳做我的心脏，对着天地做我的翅膀。若命运不忍，我教你射箭吧。我在射箭的时候会十分的专注，摒除一切杂念，自然也会放下烦忧。要不要试试？本皇子是三军统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麾下神箭手无数。本皇子还需要你教我射箭？堂堂锦绣第一神箭手亲自教你，机不可失。若是不想学的话，就算喽。别走，我想学。箭之所指，心之所至。箭之所指，心之所至。对，什么都不用想，心中只有你的目标。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若命运不忍，也莫怪我轻狂。以为此生如孤帆流浪，却恰逢你风什么目标？仿若一阵残花落我眼眶。我惊觉烟已淡了，融开冰霜，漫在心上。你眉心的光，是我最偏爱的那一种盛放。我惊觉情可原谅，天远路长，你在身旁。就不算跌倒，就能含泪将我护望。是你自己大意，要不是我出卖了你，反正凤随哥早晚都会知道的。你手握御林军，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爹在他们手里啊！我不管你后面有什么计划，立刻停下来。凤平城要有什么闪失，我爹会有性命危险的。建议离贤，你叫我如何收手啊？反正你爹既没有参与我们的计划，又不知情，还救过凤随哥的命。我想，凤随哥不会迁怒于他。你让我拿我爹的命去赌？欲成大事，要有雷霆手段。你死了儿子，你要报仇？难道我爹的命就不是命吗？那你想如何？你我就此收手，引颈带路？我不管。等我救出我爹，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阻拦。你当这是小儿之心过家家？我没有再和你商量。你的心好像有话要跟我说。怎么说？嘘，让我仔细听听。他说他很痛，被自己的至亲之人背叛，但是没关系，他正在努力一点一点的愈合。是啊，因为有你陪着我呢。他还说了，他不想再受伤了，以后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不必一个人藏着。他不想再传话了。好，我答应你。可是不对啊，他说他有点不安，你没有跟我说实话。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我有点放心不下陛下，御林军是归慕容耀统领，现在知道了他的真面目，我担心金吾会保护不好陛下。你是想带领你的人进皇宫保护陛下，可若是那样的话，会被人栽赃，说你意图谋反。我问心无愧，又何惧这些宵小之言？好，既然你想清楚了，放心，我会陪着你。殿下，殿下，怎么了？乌影，血流干死了。死了啊！可惜没能让你亲手报仇雪恨，你要不要去看看？不必了，不想脏了我的眼睛。烧了吧。烧。